夕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团圆时刻。虽然日本这边不放假，而且第二天还要上课，但是我们总觉得不过除夕的话，感觉这个年都没有过完一样。于是我们租了一个1户建。这次大家不仅分享了各自的家乡美食，还增进了情感。大家围在一起，忙碌又欢笑，那种热闹的氛围至今让我回味无穷。我们根据做菜所需时间花费的长短，做出了一些顺序上的安排。首先是香港同学带来的猪骨汤和绿豆沙，因为耗费时间最长。为了向我们尽可能的还原，他还请求了最强外援，他的母亲大人。所幸最终的呈现非常棒，猪骨汤鲜美浓郁，一碗下肚暖到心里；绿豆沙甜而不腻，饭后解腻，完美收尾。另一道香港特色菜是番茄滑蛋牛肉。本来这道菜是用来做盖浇饭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麻油鸡饭了，所以说就单独成一道菜。番茄滑蛋牛肉软嫩多汁，酸甜开胃，让人忍不住多添一碗饭。虽然说因为不是不粘锅的原因有一点小糊，但是无伤大雅。接下来这位同学可就厉害了，他给我们带来的是生鱼片，搭配酱油和芥末，既解腻又增添一丝清爽的层次感。不仅做的菜美味可口，而且做菜的过程也极具观赏性。看他做菜如饮美酒，他把做菜这一平常的事物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。不信的话，大家请看，你们一定以为这就是粉丝吧？其实不然，这是用萝卜切出来的，可见他的刀工有多了得。切好后的生鱼片摆盘出来非常的精致，让我们一时都舍不得吃掉它。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他很像日本的一位歌手，叫米津玄师。这次参加年夜饭的小伙伴们可算来着了。台湾同学也有他们的高招，因为他们的大部分食材都是从台湾带过来的，又是加麻油，又是加枸杞，又是加白酒的。最后据说这个是需要隔夜饭做出来才香，可是我们没有，就只有超市买的现成的米饭平替了。麻油的浓郁与鸡肉的鲜嫩完美结合，暖胃更暖心。饺子是年夜饭的必备，这位同学不仅把馅儿和好给大家包饺子，还教会了一位从来没有包过饺子的同学。而这个没有包过饺子的同学也算是天赋异禀，第一次包饺子居然没有破，煮出来都是完整的，而且看不出来哪个是新手包的，哪个是熟手包的。除了饺子外，还给我们准备了炒台湾香肠。有一说一，比我平时在超市里面买的台湾香肠好吃太多了。瞧这翻锅的架势，一看就是个中好手。而我给大家准备了四川的粉蒸肉，软糯喷香，入口即化，那一抹麻辣的回味让人欲罢不能。也不是没有意外了，由于不熟悉厨房的火候，同学的乌鱼子年糕燃起来了。还有马来西亚同学准备的捞生，大家围在一起，一边高喊着祝福语，一边用筷子把五彩斑斓的食材高高捞起，既讨个好彩头，也增添了许多欢乐。今天应该可以找到食材要做的工作。同意参加好，好了吧？做事顺遂啊，还有发大财了！最终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，完成了这一桌丰盛的年夜饭。不只是食物的堆砌，更是友情和文化的交融。除夕的意义不只是辞旧迎新，更是在烟火与人情味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。照例在结束后拍一张大合照留念，出来后还看到了今年的初雪。这一次别样的年夜饭真是不虚此行。